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东西呢，空着手就来走亲戚，读书读狗身上了，连这点规矩都不懂，舔着脸就打算来我们家蹭饭是吧？屋内，一个烫着大波浪头的中年女人正拿着锅铲，不耐烦地喷了我一脸的唾沫星子。感受到对方如此轻蔑的态度，我不由皱了下眉头。因为家里人还在养病，今年这才换成我来走亲戚。早就听说这表姑为人势利，没成想只是带的东西比较多，送货的师傅还没上楼，我就被表姑一顿嘲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在亲戚的份上，这才没有发火，而是转身打了个电话，催促师傅赶紧把东西送上来，把礼送了交差走人。可一听说还有送货师傅，表姑眼里顿时闪出一道金光，也不容我拒绝，拉着我的胳膊就往客厅拽。哎呀，小李，我这也是为你好，咱们都是亲戚没事，但你这样要是去外人那儿，多耽误事儿啊！来来来，快进来，换什么鞋呀？见外了不是？我看着此刻表现得比我亲妈还亲的表姑，也只得尴尬地干笑两声。刚坐到沙发上，表姑便急不可耐地冲着里屋喊道：“琪琪啊，快出来，给你李哥倒杯茶。”很快，屋内便走出一个穿着睡衣、睡眼惺忪、头发凌乱的年轻女孩。李俊，你怎么来了？一看到我，对方便皱起了眉头，颇为不屑地甩了我一个白眼，不情不愿地去厨房给我倒了杯热茶，重重地放在桌上。她是苏琪，是我表姑的女儿。或许是随她妈的性子，苏琪从小就爱和我攀比，各种看我不顺眼，要将我比下去。小时候上学的那些年，更是没少给我使绊子。眼看苏琪对我这副态度，表姑赶忙瞪了她一眼，向我陪笑道：“小李，琪琪她就是这么个性格，你可别放在心上。对了，听说你这2年都在这城，那可是大城市，肯定赚了不少吧？”闻言，我心里不由咯噔一下，果然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这些年，我虽然闯出了一番事业，仅用3年就缔造了腾龙集团这个雄踞于互联网的高科技公司，可财不外露的道理，我一直谨记于心。之前有个亲戚开饭店，生意越做越红火，在市里开了不少的连锁分店，就因为在表姑一家面前讲了2句，没过几天，表姑就去人家店里撒泼打滚，非说对方用的是地沟油，还吃出了老鼠头，隔3差5就往人家门前一站，各种挑刺埋汰。没过半年，亲戚家的生意就被彻底搅黄，之后再也没了消息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尴尬地笑笑，开口道：“我就是在这城讨生活而已，收入还不太稳定。”此话一出，表姑的脸顿时黑了下来，刚包好放在我面前的橘子又赶忙收了回去，皱着眉头问道：“小李，你跟表姑说实话，你该不会还没找到工作吧？”闻言，我嘴角不由一抽，总不能告诉你我很有钱，等着你来借钱吸血吧。沉默片刻，我只能尴尬地笑笑。可表姑看着我这番态度，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突然冷哼一声，给了我个大大的白眼。我就知道，李俊啊，不是表姑说你，你这也太窝囊了吧？你看我家琪琪刚毕业没2年，就在这城一家上市公司入职了，1个月2万块钱呢。你个大老爷们，连个女人都不如，这辈子打算打光棍呀？闻言，一旁的苏琪也来了兴致，打开手机，将他被录用的邮件打开。哎呀，妈，李俊他都一把年纪了，你就别刺激他了。我也就是入职海归博士都要挤破头的全国500强企业而已。说罢，
苏琪更是毫不掩饰地看向了我，冲我挑衅般地笑了笑。可我并未理睬，而是看着邮件上的名字，不由瞪大了双眼，下意识地念出了声腾龙集团。眼看我这惊讶的模样，苏琪更是得意，恨不得用下巴对着我，装出一副无辜的模样，眨巴着眼说道：“哎呀，李俊，我是不是刺激到你了？没办法，人和人是有差距的。我看县里的电子厂还缺人，你去那打打螺丝，以后说不定还能攒够钱娶个二婚的媳妇呢。”表姑更是顺势附和道：“就是人呀，要有自知之明。你看你一把年纪，都活到狗身上去了，就你这窝囊劲儿，我看以后咱们两家还是少来往吧。”闻言，我不由眉头一皱，刚要开口反驳，放在桌上的手机却突然弹出了一条消息：“李总，您现在方便吗？”我看着手机上的消息，不由愣了一下。对方是公司最近在合作的半导体材料供应商，之后项目的推进还需要双方推进。我拿起手机，简单拜了个年后，便起身去阳台寒暄了一番。等我挂断电话再回来时，表姑却像是换了一个人，拼了命的将桌上的瓜子水果往我手里塞。“小李啊，你刚才跟谁打电话呢？我怎么听人家叫你李总呀？”看着表姑一脸好奇的模样，我也懒得多解释，随意敷衍道：“没什么，这成的朋友而已。”可表姑却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哎呀，不用解释，表姑都懂，年轻人嘛，低调点也挺好的。我有个朋友托我问问，腾龙集团的那个老板，你认识吗？”“腾龙集团老板，那不就是我吗？”我看着表姑那阿谀奉承的模样，沉默半晌，我并没有袒露自己的身份，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说认识。毕竟要是告诉他我就是腾龙集团的老板，日后指不定还要闹出什么幺蛾子。可表姑却丝毫不在意我敷衍的态度，激动的直接从沙发上跳了起来，两眼放光，紧紧地盯着我：“小李啊，你看琪琪她马上要入职，也需要些业绩了。她一个女孩子，在这城人生地不熟的，大家都是亲戚，你多帮衬帮衬嘛。”甚至就连刚才趾高气扬的苏琪，此刻也换了一副面孔，端庄贤淑地坐在了我身旁，贴心地帮我吹了吹热茶，递给了我：“李哥，真是的，你在这城那么有人脉，怎么不早说呀？刚才我也是怕你讨不到媳妇，我语气才那么重，可我也是为你好，李哥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”我听着苏琪夹着嗓子娇滴滴的声音，不由得恶心的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。真不愧是母女俩，论变脸，一个比一个厉害。刚才还一副要把我扫地出门的架势，现在又一口一个李哥。我自然没有接过茶杯，颇为冷淡地整理了下衣服，起身就打算离开。“算了吧，表姑，我就是个窝囊废，你也说了，我们两家还是少来往比较好，那我就不叨扰两位了。”闻言，苏琪母女的笑容顿时僵住，像是苍蝇噎在了喉咙里一样，面色铁青。眼看我扭动把手就要走，表姑这才慌慌张张地冲到门口，将我拦了下来。“哎呀，小李，刚才都是表姑跟你闹着玩呢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怎么可能会嫌弃你呢？况且你爸当年可是咱们村里唯一一个大学生，虎父无犬子，小李你肯定不差。谁要是敢在外面嚼舌根，你告诉表姑，我非把他的嘴撕了不可。”眼看表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我的气也消了不少，这才重新回到了客厅，打算看看这苏琪母女到底又打着什么算盘。果不其然，刚一坐下，表姑便好奇地问道：“
小李啊，你跟表姑说实话，你现在到底啥情况啊？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可以找琪琪啊。闻言，我也懒得再和两个势利眼掰扯下去，索性直言道：表姑，大家都是敞亮人，我就直说了，你女儿能进腾龙集团，是我爸叮嘱了我好几次，我才托关系运作的，不然你以为就凭她的水货学位能进腾龙集团办事？一听到水货俩字，苏琪的眼里顿时闪过一丝阴鸷。小时候，苏琪的成绩便一直不如我，随着时间流逝，我们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。苏琪为了面子，索性放弃了国内的学校，跑去国外读了一个名头响亮的合办学校。可这里面的门道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毕业后，苏琪的水货学历自然不被国内的企业承认，一直都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因为这事，表姑没少去我家跟我爸发牢骚。无奈之下，我这才动用关系，给苏琪找了个基础的服务岗，让他先干着。听到我的解释，苏琪顿时瞪大了双眼，死死盯着我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是你托关系让我进的腾龙集团。短短几句话，苏琪的脸色变了又变，恨不得直接找个地缝钻进去，甚至都不敢再直视我的眼睛。可表姑却越听越兴奋，猛地一拍大腿，激动地给我塞了个红包，谄媚道：小李啊，你看咱们两家都处了这么多年了，你爸小时候上学还吃过我家的窝窝头，我也不是那种贪心的人。这样吧，你再托关系，把我女儿直接调成公司的人事主管，成不？我看着表姑那殷勤的模样，差点没将嘴里的茶水直接喷了出来。这叫不贪心？你怎么不让我直接把董事长的位置也让出来呢？我刚要开口拒绝，门外却突然传出钥匙扭动的声音：阿姨，他就是个骗子。门外是一个西装笔挺的年轻男人，手里还提着一箱闻所未闻的廉价保健品。苏琪只是回头看了那人一眼，急忙将我的手松开，一路小跑扑了过去。顾晨，你回来了。听着二人的寒暄，我这才知晓对方是苏琪在这城认识的男友，看起来倒是文质彬彬的，可一上来就说我是骗子，我不免皱了皱眉头，有些不爽。表姑似乎看出了我的情绪，赶忙走了过去，拍了下顾晨的后背，说教道：顾晨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没大没小，人家小黎可是大老板，赶快跟人家道歉。闻言，顾晨走到我面前，却露出了一抹戏谑的笑容，拍了下我的肩膀：兄弟，都这个节骨眼了，就不用装下去了吧？我直接将对方的手拍开，皱眉道：你什么意思？可顾晨笑得却愈发猖狂，摇了摇头，随即冷笑道：阿姨，琪琪，你们都被骗了。琪琪能进腾龙集团，那都是我托的关系。我们公司可是腾龙集团下面的一个供应商，最近正在合作，我这才搭上线将琪琪送进去的。此话一出，苏琪和表姑顿时面面相觑，一时有些拿不定主意。小陈啊，话可不能乱说啊，我刚才可看见别人可是叫他李总呀。闻言，顾晨却是轻蔑一笑，指了指窗外：还李总？我刚才在路上分明看到这小子是打车来的，他要真是什么大老板，过年回来走亲戚，能连辆车都没有。我看着顾晨那自鸣得意的模样，心中却只觉一阵无语。苏琪一家本就和我家离得不远，过年走亲访友的人又多，小区不方便停车，我才专程打车来的，这反倒成了我是骗子的证据。我不由无奈地摇摇头，解释道：这里不方便停车，我就没开。
至于我的车，就停在我家楼下，也不贵，迈巴赫而已。”话音刚落，顾晨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李俊，没看出来，你还挺能装的，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。还迈巴赫，把你家那套老房子卖了，都凑不够车架子。眼看顾晨这副态度，苏琪母女此刻也反应了过来，纷纷将矛头对准了我，指着我训斥起来：“李俊啊，不是表姑说你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还吹牛，也不害臊，还跟小陈犟嘴。人家年纪轻轻就是公司高管，你一个无业游民，怎么好意思说你开的迈巴赫的？我看你跟你爹就是一个德行，雷声大雨点小，除了吹牛，干啥都不行。”我不由攥紧了拳头，冷声道：“表姑，你这话未免就过了吧？当初你差点被卖到大山里，要不是我爹拼了命救你，你能有今天，就是因为你，我爹他才腿脚不便的，你就没觉得一点愧疚？”闻言，表姑的脸色顿时绿了不少，恼羞成怒道：“我呸！你爹瘸了，关我什么事？我有求着让他救我吗？那都是他自愿的。”眼看表姑越说越气，顾晨赶忙上前拦住，轻笑道：“阿姨，就他这种底层的白眼狼多了去了，跟他说不通的。阿姨，你别气坏了身子。”说罢，顾晨将表姑扶到沙发上，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车钥匙，挑衅般的在我面前晃了晃：“小子，今天让你开开眼界，奥迪见过吗？30万全款。你的车呢？该不会嘴上说什么迈巴赫，结果每天上下班还骑着共享单车吧？”顾晨语气戏谑，一副等着看我笑话的模样，而我却不怒反笑，直接取出迈巴赫的车钥匙扔到了桌上：“麻烦你睁大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”桌上正是我那辆黑色迈巴赫的车钥匙，而苏琪母女顿时瞪大了双眼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，怔怔地盯着那把车钥匙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真的有迈巴赫？还不等我开口，顾晨却走了过来，直接拿起我的车钥匙，瞥了一眼，就直接扔到了垃圾桶里。“李俊，你忽悠谁呢？就这破玩意，网上一搜一大把，别以为拿个车钥匙样的破挂件就能糊弄我。”说罢，似乎是怕苏琪母女不相信，顾晨索性打开手机，直接在网上搜了起来。“看到了没？这才是真的迈巴赫和车钥匙，你那高仿的破玩具能开就有鬼了。”半晌，眼看顾晨这信誓旦旦的模样，苏琪母女也不再纠结，架起胳膊看向了我：“李俊，没看出来啊？你小子干啥啥不行，吹牛挺厉害啊，拿个破挂件就说是迈巴赫的车钥匙，你怎么不说自己有金库钥匙呢？”可我看着顾晨手机里的视频，嘴角不由一抽，指着那个视频账号开口道：“有没有可能你搜到的就是我发的视频？”闻言，顾晨却笑出了声，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李俊，你是真能装啊，还你发的，这特么是腾龙集团幕后老板的账号，人家那种大老板分分钟几百万上下，你要是腾龙集团的幕后老板，那母猪都能上树了。”似乎是有了顾晨撑腰，苏琪立马凑上去挽住了顾晨的胳膊，趾高气扬地看向了我：“李俊啊，我承认我很优秀，可你也不至于为了你那张老脸扯这种谎吧？腾龙集团的市值可是几十亿，还幕后老板，你去当保安都不配。”我看着苏琪一家这副势利的嘴脸，顿时没了再待下去的兴致，刚要起身离开，顾晨却一把拽住了我的袖子，指着一旁的电视机，冷笑道：“哎，
别急着走啊！我记得今天新闻可是说要公布腾龙集团幕后老板的身份信息了，怎么怕脸上挂不住，心虚想逃了？闻言，苏琪母女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贬低我的好机会。苏琪更是拦住了大门，将房门反锁，故意调到了新闻栏目。李俊，你不是说你是腾龙集团的幕后老板，托关系把我调进去的吗？现在身份要公开了，你慌什么？来，大老板，快坐嘛！苏琪语气轻蔑，一副要看我笑话的模样。表姑似乎也觉得被我骗了，没了半分长辈的度量，死死拽着我的胳膊不让我离开。是啊，李俊，不是表姑说你做人啊，要脚踏实地，这人和人之间啊是有差距的，你和琪琪啊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说罢，表姑和苏琪便挂着假笑，一左一右将我架在了中间，非要等到新闻开播，打算让我颜面尽失。看着这一家人的丑态，我直接被气笑了，坦言道：是吗？不过表姑你确实说对了一句话，我们的确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说罢，我不动声色地走到电视机前，调高了电视机的声音，转头看向一脸疑惑的三人，嘴角微微勾起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。可很快，苏琪一家便回过神来，苏琪更是走到我面前，一脸的桀骜不驯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起来，装神弄鬼！我告诉你，你就别白日做梦了。腾龙集团从来都只要像我这样的高材生。还不等苏琪说完，顾晨便拦了下来，打断了他，一脸不屑地看向我。哎呀，琪琪，你还跟他白费口舌干什么？这样吧，李俊，我呢也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，你老老实实跪下，跟琪琪和阿姨道个歉，兴许我还能给你个红包，替你在这城找份保安的差事。闻言，我气笑了，直接回绝道：道歉？做梦去吧！就你们这些仗势欺人的跳梁小丑，我看你们还能叫嚣几时？眼看我丝毫不留情面，顾晨的脸色顿时黑了下来，冷哼道：李俊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你信不信老子一句话就能让你滚出这城？话音刚落，电视屏幕上赫然出现了一张人像照片，随之而来的还有播报员激动的声音。经本台记者多方查证，腾龙集团幕后老板身份终于浮出水面，他就是李俊。新闻里，播报员仍旧慷慨激昂地介绍着我这几年在互联网领域的丰功伟绩，以及腾龙集团的发展历程。可整个客厅一时间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表姑一家的脸色如同过山车般迅速变换，苏琪更是惊愕的说不出话来，直勾勾的盯着我，身体止不住的发抖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真的是腾龙集团的幕后老板？而我只是微微一笑，转身看向瞠目结舌的苏琪，面色平静道：你觉得我有必要骗你们吗？闻言，苏琪脸色顿时煞白一片，像是被抽干了灵魂一般，一屁股瘫坐在沙发上，目光涣散地盯着地板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至于顾晨，此刻攥紧了拳头，仍不死心，打开手机试图找到反驳我的证据。不可能，一定是哪里搞错了，你一个车都开不起的骗子，怎么可能是腾龙集团的幕后老板？可惜，腾龙集团幕后老板的消息已经冲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，铺天盖地的消息弹窗都特别标注了我的名字和照片，铁证如山。顾晨紧紧握着手机，一个恍惚，差点整个人都摔在地上。眼看自己的女儿和准女婿这副狼狈的模样，表姑咬了咬，一脸不甘地看向了我，委屈巴巴道：
小李啊，你是不是故意隐瞒身份，想看我们的笑话？不论怎么说，我们两家都是亲戚啊。闻言，我赶忙抬手打断，无语道：别，你们家都是人上人，我不过是个白日做梦、虚荣拜金的穷亲戚，可不敢高攀你们家的关系。眼看回旋镖打在了自己身上，表姑的脸顿时像是吃了苍蝇一般，支支吾吾半天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半晌，表姑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长叹一声，直接瘫坐在地上，撒泼打滚起来。哎，人心不古啊，果然是有了钱就不认亲戚了。这些年，表姑可是待你如同自己的亲儿子呀，你可能不记得了。小时候，你可是一来我家就缠在我和琪琪身边，我还老给你糖吃呢。可我看着表姑那故作深情的模样，不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还待我如同亲儿子，真当我不记得了。小时候跟着父母走亲戚，一来表姑家，表姑便拼命拽着我，问我走亲戚收了多少红包，说是要拿糖果跟我换。长大后，更是隔三差五就来我家，炫耀自己女儿多么优秀，又得了第几名，变着法的说我不够聪明，也不上进。想到这里，我冷笑一声，直接对了回去：表姑，貌似你小时候从我这儿偷了不少红包吧？我爸还说，你可没少跟他抱怨，说我不争气不上进，就知道混吃等死。你怎么好意思睁着眼睛说瞎话？闻言，表姑的笑容顿时僵住，好一会儿才缓过来，陪笑着打趣道：哎呀，我这不是为了激发你的斗志，让你更上进吗？你看，要不是我一直磨砺你，你怎么可能有现在这样的成就？听到自己母亲这么说，苏琪像是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般，猛地点点头，向我解释道：是啊，李哥，我妈她嘴是毒了点，可她都是为了你好呀。你现在好不容易出人头地了，我们也不指望你报恩，可你也不能这么跟我妈说话吧？看着一唱一和的母女俩，我拳头顿时硬了。好好好，感情我还成了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是吧？我不由冷笑一声，阴阳怪气道：那这么说，表姑，我可得好好报答你们一家了。闻言，表姑先是一愣，随即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：还是小李靠谱，知恩图报啊，不像某些人张了张嘴就知道瞎说，差点连累死我们娘俩。听到表姑这么说，顾晨的脸色越发阴沉，额头的青筋纷纷爆了出来，可对上我的视线后，却连大气也不敢喘，只能咽下这口气。小李啊，看你现在发达了，表姑也替你高兴。你看，琪琪她升职的事。还不等表姑说完，我便笑着点点头，在苏琪母女俩期盼的眼神中，打开手机，给人事主管打去了电话，吩咐下去终止和苏琪的劳务合同。一时间，表姑和苏琪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，目瞪口呆的模样，就像是活见鬼了一般。李哥，这不对吧？你怎么把我开除了？而我看着对方那慌张的模样，却懒得再纠缠下去，转身就要离开。眼看自己女儿的工作不保，表姑顿时急得跺了下脚，冲过来直接扑在地上，抱住我的大腿，直接嚎了起来：小李啊，我错了，是表姑不对，是表姑得寸进尺，是表姑狗眼看人低，你有什么气冲表姑来？琪琪她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么个好工作，你把她给开了，你让我们娘俩以后怎么活呀？你先坐下，咱们有话可以慢慢说嘛。可看着表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凄惨模样，我的心中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波澜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我就是个白眼狼，是个臭打工的，在你们家待着，都给你家蒙尘了。
我哪敢坐您家的沙发？闻言，苏琪在一旁赶忙陪笑道：“李哥，咱们就是亲戚间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”此话一出，我立马转身看向苏琪，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好呀，那我也跟你开个玩笑，从今往后，整个互联网行业封杀你，怎么样？话音未落，苏琪瞳孔便猛地一缩，脸色煞白，不敢再多嘴一句。而一直默不作声的顾晨，此刻却咬牙切齿地站起身来，用手指着我威胁道：“李俊，你这样仗势欺人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”我看着顾晨那义愤填膺的模样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好一个仗势欺人！难道不是你们家先看人下菜，仗势欺人吗？闻言，顾晨脸色一冷，还打算再辩解什么，却被苏琪冷不丁的一巴掌给打断。够了，顾晨，我们分手吧！听到这响亮的耳光声，我不由停下了脚步，回头看去，只见顾晨正捂着脸，一脸错愕地看着苏琪。琪琪，为什么要分手？我做的这一切，不都是为了你吗？我不由嘴角微微上扬，没想到临走前还能看到这狗咬狗的戏码。面对顾晨的辩解，苏琪却冷着一张脸，丝毫不像之前娇滴滴的模样，架着胳膊冷笑道：“你还有脸说？找工作也都是李哥给我安排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现在你还对我李哥出言不逊，我已经受够了。”听到苏琪的解释，顾晨却一脸的不可置信：“就因为这点小事，你就要跟我分手？特么的！苏琪，我看你是见钱眼开，看上李俊了是吧？”闻言，苏琪顿时火冒三丈，不管3721，直接跟顾晨扭打在了一起。顾晨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都是因为你才害我丢了工作，你拿什么赔我？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，我不由轻笑着摇了摇头，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打车回到了家里，不论表姑怎么给我发消息、打电话，我都一概不回。我本以为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刚想出门找个馆子随便对付一口，没成想一开门，却看到了一个穿着修身连衣裙、打扮清纯的女人。仅仅扫了一眼，我便皱起了眉头，不耐烦地问道：“苏琪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可苏琪却一反常态，再也没了之前嚣张跋扈的模样，紧紧地咬着下唇，将一只精致的手表递给了我。“李哥，之前是我们家的不对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希望你能收下。”我只是冷冷地扫了一眼，并没有收下，淡淡道：“如果你是想挽回工作的话，大可不必。你应该很清楚，以你的能力，根本不可能进入腾龙集团。”可令我意外的是，苏琪并没有感到失落，反倒是露出一抹释怀的苦笑，轻声道：“李哥，我都明白，这件事的确是我和我妈做的不对，我也不敢祈求你的原谅。我也想清楚了，或许这城那样的大城市并不适合我，在这个小县城找个老实本分的人嫁了，这辈子就这样了。我今天来只是单纯想来坐坐，想问问李哥，你对我的规划有没有什么建议？”苏琪语气诚恳，似乎真的洗心革面了一般。犹豫一番后，我看着窗外的大雪，点了点头，还是让苏琪先进了屋。刚进屋，苏琪反倒是先给我倒了杯热水，递给了我：“李哥，谢谢你。”可我看着苏琪这乖巧的模样，心中却愈发忐忑。我和苏琪也算是从小一起长大，她绝对不是这种温柔懂事的性子，现在装得这么懂事，指不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什么好心。想到这里，我接过水杯，愣是一口也没敢喝，
生怕苏琪在水里给我下毒。果然，李哥你还是不信任我，似乎是看出了我的顾虑。苏琪整个人似乎都低落了不少，凑到我的身旁，红着眼委屈巴巴道：“我知道，李哥你肯定觉得我拜金虚荣，可我也没办法呀。我一个女孩子家的，在大城市多不容易呀，好不容易遇到个依靠，结果还是个渣男。李哥，要不……”苏琪一边说着，位置却离得跟我越来越近，说到最后，甚至都把手放在了我的腿上，眼神迷离地看着我。眼看事情不对，我立马起身，一把推开了苏琪，义正言辞道：“苏琪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们家不欢迎你这种人。”闻言，苏琪先是一愣，随即咬紧下唇，一脸幽怨地盯着我：“李哥，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已经和顾晨分手了，只要你想，我随时。”还不等苏琪说完，我便黑着脸将他踹出了房门。前脚刚和顾晨分手，后脚就来找我，这样势利的女人，我完全不想跟她有任何的瓜葛。经过苏琪这么一闹，我也没有胃口，索性在家里随便煮了包泡面对付一口。我本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，哪怕苏琪再不要脸，总不能天天来堵我家的门吧。傍晚，我刚处理完合同的事情，公司的助理却急急忙忙给我打来了电话：“李总，出事了，你上热搜了。”我赶忙打开手机，可铺天盖地的热搜，看得我却是差点心肌梗塞。腾龙集团董事长疑似潜规则下属，腾龙集团亲戚们，女性该如何应对职场潜规则？直到此刻，我才终于明白，今天苏琪为什么那么莫名其妙，原来是在这里给我下了个套。网上现在最热的就是一段苏琪来我家道歉的视频，从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的声音，可画面经过剪辑，再配上苏琪那委屈巴巴的眼泪和煽动性的文案，我顿时摇身一变，成了一个利用权势仗势欺人，胁迫自己下属动手动脚的衣冠禽兽。令我意外的是，苏琪还在自己的个人账户上上传了一段录音，掐头去尾后，正是我说要开除苏琪，并让整个行业封杀他的录音片段。一时间，网上的舆论彻底一边倒，各种声音冲向了我的个人账号：“有钱了不起啊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等着吧。”气斗冷，女人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？之前真是看走眼了，没想到你是这么个猪狗不如的东西。举报，必须举报！不是喜欢仗势欺人吗？让他公司彻底完蛋！在网友大规模的正义制裁下，腾龙集团的股价一路下跌，就连公司的董事会都有不少资方跟我打来电话，向我问责，让我赶紧公开道歉，尽量降低对公司的负面影响。我顿时感到一阵头大，这样造谣，一时半刻根本不可能说得清，即使是走法律程序，各种材料证据的收集也相当麻烦。我不由长叹一声，刚开启个人账号直播，打算先正面回应一番时，门外却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果不其然，正是苏琪母女。哟，这不是咱们腾龙集团的大老板李总吗？怎么愁眉苦脸的，看着态度嚣张，与昨天截然不同的苏琪。我不由攥紧了拳头，咬牙道：“苏琪，你故意给我下套，是不是？”闻言，苏琪却一脸无所谓地摊了摊手，得意道：“下套又怎么样？谁让你那么天真？被骗了也是活该。”见我不说话，表姑在一旁也没闲着，直接掏出一份协议甩在我面前：“李俊啊，现在网上怎么说的，你也都看到了，想要解决呢，
也简单，先给我们家转个1000万，再分一半的股权给我女儿，让她在公司当高管，不然就让你身败名裂，这辈子都过不踏实。”我眉头不由一皱，开口问道：“那我要是不给呢？”表姑却冷笑一声，直接将手机打开，相册里正是那天苏琪来我家道歉的视频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不少 PS 伪造后的换脸图片。你要是不给，老娘就把这些东西都发到网上，到时候你看网上那些人是信你一张嘴，还是信我的这些证据？我不由冷笑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承认视频是你拍的喽？”闻言，表姑却冷笑一声，得意洋洋地拿起手机晃了晃：“不然呢？还跟我斗？你那些小算计都是老娘玩剩下的，你就跟网上那些猴一样，稍微掐头去尾剪辑一下就被耍得团团转。”可我看着表姑那自鸣得意的模样，却不由笑出了声，死到临头还笑，赶紧把钱打到我账户里，不然回去我就让琪琪开直播卖惨，到时候让网上那些人骂死你，看你还怎么做生意。我看着洋洋得意的二人，反手将桌上的手机拿了过来，将手机界面展示给他们，轻笑道：“让你失望了，表姑，我正在直播呢。你什么时候开的直播？”表姑面色苍白，语气颤抖，显然没料到刚才的对话全部都以直播的形式发在了网上。我则是轻笑着摊了摊手，我正要直播回应这件事，你自己非要闯进来的。而此刻，随着我和苏琪一家的对话全过程直播，顿时在网上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。直播间里，无数原本还在唾骂着我的网友，顿时调转枪口，对着苏琪母女两人便是一阵输出。我就知道事情有反转，就是这俩女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喜欢耍猴是吧？妈的，今天非曝光你们两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不可。身为这件事的当事人，苏琪顿时变了脸色。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，早已没有了回旋的余地。一旦被坐实造谣，他不仅会被全网唾骂封杀，甚至还很有可能因为造谣直接被抓进去。意识到后果，苏琪慌了，急忙要抢走我的手机。不是的，大家不要被骗了，刚才都是李俊他故意在套我的话，是他威胁我的。可我只是轻轻一闪，便躲开了苏琪。直播间的网友被戏耍后，心中的怒火本就无处发泄，自然不会再相信他的谎话，纷纷破口大骂起来。还在装，真是最毒妇人心。我就说李总年少有为，要什么人没有，怎么可能会看得上他？我知道这个苏琪，我是他大学同学，他从小就喜欢仗势欺人，你们是不知道啊。一时间，苏琪母女俩的各种黑历史顿时被气愤的网友给扒了出来。苏琪顿时崩溃了，瘫坐在地上，捂着脸哭了起来。李哥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真的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现在就去网上澄清，你别起诉我，好不好？可我看着苏琪那泣不成声的模样，心中却毫无波澜，甚至还有些想笑。现在后悔了，晚了。有什么话之后跟我的律师说去吧。一听我要请律师，苏琪彻底傻眼了，跪倒在地上，哭得泣不成声。完了，全都完了，眼看自己女儿这辈子就要毁了。表姑却急眼了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道：“李俊，大过年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苏琪她都道歉了，你就不能放过她吗？对了，听说你这2年都在这城，那可是大城市，肯定赚了不少吧？志工。”可我看着表姑，不由冷笑道：“少在这儿道德绑架我了，
你们之前在网上恶意剪辑造谣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给我一条生路呢？这件事我会按照法律程序委托律师推进下去。至于你们俩，就等着进去吧。说罢，我便要关门赶走苏琪母女二人。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表姑却死死地盯着我，随即直接咬着牙冲了进来。不等我反应过来，就冲到客厅，拿起桌上的水果刀朝我捅了过来。你毁了我女儿，那就同归于尽好了，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看着持刀袭来的表姑，我瞳孔不由猛地一缩，肾上腺素疯狂分泌，这才躲开了致命的位置。可即使如此，我的肩头还是被刀划伤，鲜血顿时染红了我的毛衣。来不及多想，我急忙夺门而出，大喊着让路人报警。幸运的是，小区的保安和几个好心人见我受伤，一起合力制服了冲下楼的表姑。很快，警方便带走了苏琪母女二人，而我则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。好在只是轻微的划伤，伤口并不深。休养了1周后，我便顺利出院，回到了公司。事情的真相也随着警方的通告公之于众。直到现在，仍有不少的网友在我的媒体账号下道歉，公司的股价也逐渐回暖，甚至还因为我光明磊落的行径攀升到了新的高度。至于苏琪一家，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法律的严惩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